开膛一点一点擦过来。手指上面做旧，让它更加自然一些。电热给去除了，它不破坏它这个釉。中国人对木头有着极为特殊的情感，几千年下来，中国人一直在用远比石材脆弱很多的木头建造家园，生活在树木旁，住在木房子里，在木桌上吃，在木床上睡，起身从木开始，用木头造纸，用木头刻板印刷，栽种、培养、雕琢一个个可造之材。木雕佛像看上去更是多了一份蕴含生命的亲切。直到现在等于已经断了，我们给它后补了一个，用和它原先一样的材料，根据它的这个断痕然后根据形态把这个手指头给做出来，然后再接上，最后随色，基本上要做到和原来的统一。木雕佛造像因为便于遗运，绝大部分的精品都已在早年流失海外。现在我们幸运地可以看到一尊正在故宫修复的辽金时期佛像。谢阳帆眼前的这尊木雕菩萨像，经千年岁月的冲刷洗礼，已经金漆剥落残存，木胎肌理裸露，但保存基本完好，衣纹刻画自然流畅，纹饰繁简得当，极为难得，是木质佛造像中的精品。应该是靠上，靠上这靠上它的这个胳膊才有劲儿，要不然这悬着腕子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么的顺。补完这个手指头以后，要给它随色，可能要做几遍颜色，因为它之前就是有一遍红色，上面又罩了一层白色。早期木雕佛造像一直是博物馆所看重的，只要是宋元以前的木雕，都成为博物馆的重要珍藏，如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，木雕佛造像都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。宋代木雕佛像是我国木雕造像的巅峰，基本同一时期的辽金佛造像，虽然不像宋塑那么挺秀，但面相更为方圆，身材也更为丰满。现在照第一遍颜色结束了，等它干了以后，我们再照第二遍颜色。现在是把这些灰尘给它蹭到，咱们修补的手指上面，做旧，让它更加自然一些。木器室是故宫文保科技部一个历史悠久的部门，著名的太和殿龙椅就曾是木器室和其他科室的老师傅们修复的。不过，他们现在的科长是年轻一代的曲峰。2006年，曲峰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，进入故宫博物院，按照文物修复的行规拜师学艺，开始研习木器文物修复。还是不够了。这佛像是马上要在慈宁宫做的那个雕塑馆要展览的一件作品。这是一个木胎的佛像，所以就归我们木器组来修。送来的时候呢，这个佛像2个手指头断了，然后它的嘴唇下嘴唇缺一块，这个飘带呢也断了。现代人如何修复它残损的身体，同时还保持它1000年之前的风貌，这是非常考验审美的。能在1000年后遇到合适的修复师，也是极为难得的。因为这个手势断了一节儿，下节存在，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能够判断出来它这个手指头的形态。二一个也可以，我们根据旁边其他几个手指头也能判断出来它的形态和大小。胳膊这一块它有劈裂，本来是打算不修这个，它劈脖垂下来的这一块呢，它是跟胳膊和身体紧紧连在一起的。如果你不修的话，这块断裂，这个胳膊就
它很不稳定。然后当手指头还有胳膊这些补上以后，我就要下一次跟他商量这个下嘴唇要不要补上，要不然有时说残缺是美，但是残缺那一点感觉总是让人觉得不舒服啊。最近几年，故宫越来越多地招收像曲峰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。文保科技部是专门从事古文物保护、修复和研究的部门，如今年轻人占了一大半。来把这道门锁，来把这道门也锁。木器组位于西三所进门的第一个院子，这里的绿色是最多的。伸出红墙外，又到了可以吃杏子的时节了。太可怕了，密集恐惧症。它韧性很好，杜钢布就是那个盖文物的那个。要接啊，在这儿。要接。这个可以，韧性很好。这个不是好了。可以。在高楼越来越多的北京，当越来越多的人只能在办公桌旁放上盆栽和小型绿色植物时，他们还可以在瓜果飘香的环境里工作生活。你不是挺结实的？结实。对，你接着看。哎呦，我的天！好，多好！有些树是他们自己种的，有些是他们的师傅种的，还有些是生活在明朝或者清朝的人种的。漆器室的闵俊荣迎来了一些外国客人。他们这个维多利亚博物馆的，他们有很好的漆，大概讲讲吧，因为他们不是做漆保护，做光的保护。中国是盛产诗歌的国度，泱泱大国，有一个人堪称诗歌数量第一，他就是乾隆皇帝。乾隆皇帝留下了4万多首诗，虽然我们难以亲眼见到这些诗稿，但现在可以亲眼看到他们曾经存放之处。箱子里面大概应该有1万首，1万首，每个箱子有1万首。对，因为它一共是4万多首。当年为了存放诗稿，特意做了4个预稿箱，正在修复的就是其中之一。by 乾隆 by 乾隆，在 Emperor 乾隆，就红色的这种对光更敏感了。对，红色肯定敏感。那这只是雕漆工艺它本身颜色的变化。乾隆预稿箱保存的还算可以，破损不多。更为棘手的是这件文物。看起来是块大木板，其实它是一种乐器，很多学音乐的人都未必认得的一种乐器——瑟，琴瑟和谐的瑟。我们背诵古诗词的时候听到过：“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；我有嘉宾，鼓瑟鼓琴。”瑟是中国原始的丝弦乐器，这些孔洞还能看出它是乐器的痕迹。瑟属于宫廷乐器，体积比古筝、古琴要大很多。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，瑟也是最不为人熟知的。闵俊荣毕业于清华美院，进入故宫漆器室工作已经10年，他已成为科长，大家更习惯称他为小闵。咱们补这个灰胎的时候，从底灰到中灰到表面的，一共大概有3层。漆器修复会经历很多道工序，在上漆之前需要补几层灰胎，会更细一些。你不是说的是不是得高一截？对。漆器是用加工处理过的天然漆修涂在不同材质的胎体上做成的器物，比较多的是木器。稍微来点，对吧？往那里推。天然漆在胎体表面结成坚韧的漆膜，既抗潮、防腐、耐磨，
又有美丽柔和的光泽，不仅保护，更能装饰器物。在古代，礼器、乐器、生活器具、建筑等，能刷漆的都会刷漆。对，咱们从漆树上采割下的这漆是原生漆。生漆的话，在修饰工艺里面不能直接做表面的这种修图装饰用，刮漆灰还可以。如果做修图的话，需要进行炼制，先做透明漆，把这个生漆放在太阳底下晾晒，太阳光这种照射，能让它变透明。虽然不是真正的透明，是一种半透明。天然漆又称生漆或大漆，是从漆树上采割的乳白色胶状液体，一旦接触空气后转为褐色，数小时后表面干涸硬化而生成漆皮。如果生漆你直接刷的话之后，干了之后它是那种深棕色，颜色特别黑。就你如果加了颜料之后，那个颜色出不来。但是经过炼制之后，你再加颜料的话，就会好得多，那个颜色能开出来。这桶周围的已经干掉了，到时候得滤。不过，所有从事漆器制作和修复的人都要忍受难熬的生漆过敏。我呀，我也过敏啊。不然还戴什么手套？不过敏，不过敏只是相对来说不过敏，没有都过。它没有氧气，它就不干。这个地方确定了，这个扭上去，这儿加一个小。上世纪50年代，故宫博物院成立文物修复厂，漆器修复就已纳入其中。依靠师徒相传，故宫的漆器修复技艺已经到了第4代。纯粹的漆器，就是木胎，然后上面挂灰裱布，然后开始涂这个修饰层。古人那个做雕漆那个工艺步骤，就是它这个雕漆就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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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12层黄，然后25层的这个红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，然后可以雕刻，这就比较薄。但是这件玉稿箱，它那个漆层比较厚，我们当时拿来的时候一看，它就一个黑乎乎的，因为表面就一直没有动嘛，这么长时间。但清完之后，现在我们看到它是一件红色的，它这个漆层厚度大概有120层左右。只是估计哈，如果准确的话，需要做剖面来分析。这个表面是一层红，然后中间是一层黄，啊，下面是层绿，然后还有一层底漆也是黄漆。它雕刻就是整体的设计，还有就是以龙纹了，云龙纹就是皇家用的，就是乾隆。它的工艺水平啊，然后它的制式都是顶级的了。这是根据它那个文物的那个槽，剩的就这些了，然后这都缺了。我们现在在做的是补配工作，雕刻好之后再给它粘上。一个造型传统的中国木柜子，上面却镶满了外国人形象。这是唯一一款古时有，但现今没有的纹饰。它的名字叫黄花梨百宝嵌番人进宝图定香柜。番人是中国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泛称。明清鼎盛期，要接受许多番邦的朝贡。朝贡有着严格的礼仪程序，包括跪拜的动作、站立位置、进退路线等。接受贡品后，朝廷通常会回赐丝织品、瓷器、金银等，且回赐的价值远高于贡品，以彰显大国风范。这时就出现了番人进宝图的纹饰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情。民国以后，随着国力衰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，不再有番邦朝贡，这种纹饰也就不再使用了。反正一看就这人肯定打仗不行，就是肯定不占优势的那种。所以这个柜子呢，它实际上是最早陈列在西六宫，曾经也在乾隆读书的地方陈列过。痕迹上，这个柜子曾经也是使用率比较高，然后所以有一些磨损啊，也还是挺严重的。放上去之后，发现它太白了，看着那个是挺靠近的，特靠近。可是，一拿出来一磨完一做完了之后，颜色白了，成了白的了，好家伙！
它这个黄板。孔彦菊和曲峰毕业于同一所学校中央美院，是曲峰的师妹，但比曲峰更早来到故宫博物院。大家更喜欢称她为孔姐，或者孔空。镶嵌工艺是把珠宝、玉石材料同木器、漆器、金属器物相结合，附着于器物表面的装饰工艺。缺失的部分应该补什么图案、色彩还有材料，才能够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，是镶嵌组的这群年轻人遇到的难题。如果是刻得这么宽的话，这肯定是多了。因为什么？一个这多了，跟他就比着不好看了。哎，真是。跟漆器师一样，镶嵌组的老师傅也已退休，现在要靠这群年轻人延续和发展故宫的百宝镶嵌修复工艺。因为我们现在所用的那个传统胶粘剂是粘蜡胶，是一种热溶性的，所以就是得加热完之后，在它固化之前，然后把嵌件给粘接好，所以它对这个操作就需要就比较精细，而且比较准确，然后比较快速。那还有空间呢。上次真好玩。崔周，一会儿你啊，搭一下手，然后呢，给我举着，举着别动啊，举着别动。故宫博物院成立纺织品修复组的时间晚，2009年才成立，工作人员全部是女性。就一件文物来了之后，不是先到王贺那儿去，整体扫描吗？这些局部的这些破损，它给咱们照不了，用这个咱们组的相机，再把这些局部破损，就是都给它拍出来。故宫在继承传统修复技艺的同时，也开始借助现代科学理念和技术的运用。纺织品修复过程中需要现代仪器检测分析。这不装太热，今天本身就不能开空调，还不能抹粉底，不能化妆，不能喷香水，不可以做指甲。他们谈论的就是女性从事文物修复时会遇到的问题。喷香水，你那个香水里面不知道含有什么，万一有就是毁坏这个文物的成分也不好。粉状的那种粉底，就是散粉就不能涂，你要是液态的可能还凑合。不化妆还自然美呢。陈阳在中国戏曲学院系统学习了戏曲服饰专业，毕业后进入故宫博物院从事纺织品修复。但是你们都比我睡得好，少废话。哦，你说睡得好哈，那你这一年每天都不足5个小时，你说这肯定得强行。在堵车已成常态的北京，大部分工作单位是早上9点上班，但故宫早上8点就开始工作了。当妈妈带小孩的女士，就要度过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。你不要逗我啊，我这儿拍照呢。咱们就是采取这种斜面式的，让它自然的那个往下流。黑色的水啊！脏吧？没见过这么脏的东西吧？刚上的水就这样。宫灯丝儿等于是长春宫的，它可能是今年要办一个原状陈列展。然后把所有的宫灯全都卸下来，然后把这个，因为宫灯穗都已经非常糟朽了，然后有的时候它这个之间，你看现在就很多段落的这种，如果要是再挂在上面，很有可能就掉下来了。然后第一是损伤文物，第二是伤害游客，所以就是把所有的宫灯都检查一遍，然后所有的这些配饰什么的全都进行保护修复。对，可以洗，就是它的强度还够承担这个水的压力。游览故宫时，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留意过，那些宫灯穗
已经经历过这样的清洗和修复。就是把这水倒在刷子上，而不是直接倒在文物上。这样的话，给它一个缓冲。一样，一样。忘错了，我扶着我。一样的。佛像的手指已经修好，谢扬帆和师傅史连仓要开始修复另一处破损了，绕在佛像手臂上的披帛。我扶着吧，你这不好弄。就把这口踏下来，用油泥给它先把形做出来，模拟出来这个东西什么形态，然后再照这个模子把那木头做出来，然后再镶上去。哇，端木还真是有一股臭味儿。谢扬帆毕业于中央美院，刚工作不久，按照故宫的规矩和史连仓结成师徒关系。与漆器、镶嵌、织绣组不同，木器组的新人还有师傅带。这次修复大部分时间，谢扬帆要独立完成披帛的恢复工作。我本来要10天干完的活儿，逼得我现在1天干完。你没听出来我是在间接的赞扬你吗？没有。啊，这锅现在正熬料，用来粘这个。鱼鳔呢是这个传统家具的用的粘合剂，一般不用化学胶。这是一种沿用1000年的粘合剂——鱼鳔胶。鱼鳔通过加工处理后制得的胶料，对木器的粘合作用特别好。未来粘合佛像的披帛也会用到鱼鳔胶。雕漆这东西，它就是应该是比较结实，不容易破损。你看，因为它坏的都是边角，有些磕碰什么的。我的意思就是把这2个边都给它先补完之后，再刻中间的这个缝儿。它这雕漆这雕工不错。张军90年代进入故宫工作，被漆器室的人称为大师兄。漆器室只有他和小米被已退休的老师傅带过。它这条边它不是垂直的，它是有点弧度的。要用机器去打磨的话，一个是不好控制，还一个容易伤着那个它边上好的那个漆面。或者说修复文物的要求就是尽量，能不动的不动，不多动的不多动。就是说我修这块破的，我只是磨这一块，就是它边上好的那个就是漆面就尽量不要去磨它。没有师傅带，漆器室的新人面临的挑战会更多一些。当然，由于大家年龄相差不多，漆器室的工作氛围也多了很多青春气息。那不结了。我种的无花果，他把我树给砍了。你说他不是找事儿吗？因为咱们这儿就是说，以前检查安全的，像外的那2棵那香椿树啊什么的，尽量不要长得太高于房檐。基于这个考虑，我就是像外头种那树，凡是高的我都给砍平了。那你为你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是吗？对呀，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对文物安全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小米他不理解我的用意。血料，猪血点石灰，这个是古建那边1张层都用这个。这在我家冰箱已经放了半个多月，在冰箱放还好一点。漆器修复除了忍受一段时间的生漆过敏外，还要忍受一些难闻的气味。没问题。华春荣毕业于清华美院，他刚工作不久。反正我摘我肯定能闻见。这味道跟之前的一样。闻不见了。好多了是吧？嗯。加生漆可以增加它硬度。有了，他找着了。猪血料是古建筑和漆器工艺中的传统材料，它的强度比用大漆做的灰胎低一些，但是便宜，可以大量使用。做灰胎的时候，如果全刮漆，成本太高。
还可以，强度差不多。就是修这件色的话，应该是没问题，跟它那个强度比较匹配。原来你铲它这个有些漏灰胎的地方，但是这个灰胎也挺硬的，跟那个差不多。这块就粘的不太牢。你刮灰的话会受影响。不浇这2天就废了。漆树，过几年就可以割漆了。织绣组的陈阳和同事们今天换了一个空间开阔的宫殿工作——寿康宫。这些身长超过3米的屏风，写着不同形式的寿字，总共2万有余，是康熙皇帝60岁时的生日礼物。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，过60大寿时，儿孙们隆重地献上了这份厚礼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封存已经300年，多数已经残破不堪。这么着干粘对得上吗？其实就粘一个。屏风的修复集合了多种工艺，除了织绣、镶嵌、漆器和木器组的年轻人也在忙碌着。面积大的时候，这整体不平，因为现在这个漆皮它翘起来，我们主要工作就是把这个起来的漆皮给加固回去。他现在画了60多了。评论你是故宫好员工，他不想当好员工，他想当偶像派。你不想当实力派是吗？不是，任劳任怨。那你别蹭衣服上，别傻。就是在这儿，你得坐得住，这是第一位的。然后有耐心，不像原来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学艺术类的，可能那个时候在学校就是创造性的那种思维方式，然后现在完全这一块就不能有。不同专业、不同性格的年轻人进入故宫工作的原因各不相同，但都会经历或长或短的适应过程。故宫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工作场所。破坏你的镜头了。现在是这样子，就是那件文物上面也缺一个狮子，然后材料呢肯定是这贝壳的，是初级的稿子，然后把这个稿子要画到这个上面，就是在这个上面进行雕刻。番人进宝图柜子上缺失的嵌件，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复原的。孔姐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系，有非常好的美术修养和手工能力。如果是觉得这篇不合适的话，我们还会再接着改。因为我们的胶粘剂用的也是可逆的，也可以把它拿下来。像这样的嵌件还缺很多块，罗涵手上这块就是。因为它有的时候并不是大小的问题，有可能是一条边棱的角度。罗涵已在故宫工作5年了，在文物修复上还算是新人。最早呢，我们想我们这块工艺呢比较细碎，你像我这样女生都不太适应，它太小了，抠搜，你知道吗？也担心他们不适应。就是这儿说实在的，我觉得跟当代挺脱节的。就是每个人从学校毕业之后，不可能一下就适应这儿，是不可能的，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适应过程。所以现在像他们新来这些小孩，有的不适应，我也能理解。对，然后要把那个形给修整的跟这个纸样就是边缘完全一致。当初就是上学，毕业的时候说，哎，得找一份工作呀，要走向社会了。从父母那角度来讲，就希望子女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在北京待着呀，会家里人比较放心，正好也赶巧，这边呢也比较需要这种动手能力比较强的。然后我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的嘛，刚来的时候对故宫完全不了解，就只知道它是一个旅游景点，不知道它是一个博物院，还有这种文物修复这种，就完全不知道。一进了大宫墙之后，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，哇，就感觉到另外一个世界似的。对，静的我都不敢说话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把每一块分解开，然后制作，然后最后再拼合在一起，
然后还要让它的色调，然后整体的形态要统一，然后这些综合在一起，然后他来设计的这个稿子，所以就是需要比较深厚的美术功底，所以我们科长做的特别好，我觉得。也经历了一些非常迷茫的一个过程，就是从学校毕业的时候还想自己做一些作品，能走自己的创作的道路，后来因为到这儿来工作必须坐班嘛，时间上也不允许，是精力上就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了。樱桃损失惨重啊！对。不过，木器组还有老一辈的师傅在，石镰仓和谢阳帆师徒正在打蜡。石镰仓3岁的时候就住在故宫边上了。做木工，这个家庭宣演。我父亲那时候也在家里干点，做个椅子啊什么的。那时候不说是搭把手吧，也是，反正就天天乱嘛，也掺和，就慢慢也就学会了。父亲1982年从故宫木器组退休后，他接班进入了木器组，从小到大50多年的时间就在故宫度过了。这是我父亲，这是我我在这个位置。1982年正值我父亲他们退休，所以开一个欢送会。这是后来我在家翻出来的，那时候不要那个弄什么嘛，那申遗嘛，做申遗工作，然后就把这个照片找出来了。故宫对石镰仓来说，不仅是一份工作。这是曲风的师傅，这是曲风的师爷，对。那个不行。有一个同事要栽，喜欢这个，人家郊区可能有地儿，要给它种上，建筑故宫。枣树，玉枣。这是我父亲他们那辈儿他种下的。故宫那地有这么一特点，因为它底下这个基础啊，全是砖石、砖和那个灰土，所以呢，种这个树呢，它那根呢不容易往下长，它全在这土层下边，这个横向发展，所以它那个根呢。串到哪儿，它在哪儿就发芽，就长出来了。此树已授出，开玩笑。北京郊区的房山，这个周末，小敏要随专业漆农一起采漆。为了找到最佳材料，小敏和同事们经常会去考察材料的采集和加工。漆器修复的材料很多，天然大漆是最重要、使用最频繁的。每棵漆树上大约要搁10个这样 V 字形的刀口，漆液从这个 V 型刀口涌出，然后收集在塑料片里。古人用的是贝壳，现在的工具显然轻巧多了。看看，哇，好重啊！对，一会儿就流出来了。那就它就会浓度比较高，是吗？这个漆的质量好。月色下的劳作，还要时刻留心陡峭的山崖，从树上摔下来也许是受伤，摔下山崖则是性命危险。从这儿上去，一个斜口，不要太大，是吧？切2刀就不流了。啊，2刀就不流了。切2刀还不流了啊，前刀它就不流漆哦。你补到它就不流漆。一个微型刀口，熟练工砍4刀就成型了，再补刀的话就不留漆了。在太阳升起来之前的5小时里，每个漆农大概能割60棵树。
这个漆得可看看。2级来咱都留了这么多，留了这么多漆，这里面简直12多点漆。他们一晚上忙碌，总共采漆8两。正如俗语所说，100里千刀一斤漆。不过，令人欣慰的是，这里的漆品质非常高，适宜炼制透明漆，用于漆器彩绘工艺的修复。木漆组的佛像，缺失的皮帛到了上色环节。师傅史连仓和科长曲峰，这回要来检验谢扬帆的工作了。那你上回那个浅没那么深，最后把这个红，要压一压，感觉跟长毛似的。啊，那肯定是上的，那不是长的。这块没补住是吧？不好补，那个不太好控制那个。怎么不好控制？你过来，咱给它补上。这个石膏多一点，那个乳胶少一点，做样。佛像右手食指上的破损，本来可以不补了，在追求完美的人看来，这是内心过不去的。等它干了一修就行了。缺一不是。干了以后，上面有那种小坑的挖的地儿，拿毛笔蘸点石膏一刷就行了。对，那个我倒会。那个倒会，应该那个补过。行。再有些时日，佛像就可以恢复完整的形体，送去展览了。木雕佛像是古代佛教造像的重要艺术形式，在历经岁月磨砺和战乱浩劫后，现存的作品已是凤毛麟角。但是每个人对佛的理解还都不一样，这也跟人的性情有关。你看，有的人刻的佛，要么奸笑，要么淫笑，还有刻的愁眉苦脸的，很难刻。佛像一刻就知道，那个味道很难把握。怎么能刻出那种神秘的、纯净的微笑，那是最难的。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。你看，我们从过去最早的时候说玉有6德，以玉比君子。玉就一块破石头，它有什么德行？但是中国人就能从上面看出德性来。所以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一样，他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个椅子。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，就是以自身来观物，又以物来观自己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古代的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，因为人在织物的过程中，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。人在这个世上来了，走了一趟，虽然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，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。很多人都一般认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是因为把这个文物修好了，所以它有价值。其实不见得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面。他在修这个文物的过程中，他跟他的交流，他对他的体悟，他上面也已经把自己也融到里头。文物是死的，这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传播文化，对吧？不是说是文物就是为了保留一个物品放在那儿，那没有什么价值。与前辈们相比，曲峰和谢扬帆幸运地有了更为完整的学校教育，师傅们还有我们都能幸运地看到文物交给最合适的人。周末，曲峰要回他的母校中央美院参加校友活动。这是一个与故宫不太一样的世界。他们那里非常舒服，待遇很好的。那我还给你献计吧，好吧？能把好东西顺出来点吧？那不行啊！给你造出一种能动的假象来。假象，对。这个观念。关键这制造的这个动的假象可以，我们一直以为能动。可以动的假象，比我们那时候要丰富多了。我们那时候还比较单纯、单一一点。现在变得与文物打交道的职业，也悄悄地带给毕业已久的曲峰一些改变。反正像这些东西吧，
可能还是20世纪的现代主义的东西。漆器时的预告箱在一点点变化，色的修复到了上漆的环节。黑啊，跟咱们那个色那个黑颜色不一样，这个太黑了。漆器修复最难的就是色彩不稳定。天然漆从树上割下来之后是白色的，氧化之后逐渐变红，然后变成深棕色。同一批漆，不同的时间，放的位置不同，干燥后的颜色也不一样。修复的时候，想把色彩调到一致是非常难的，而且它在干燥之后还会变色。它有一点发红。当时做这件色的时候，这个黑漆练的还不是特别黑。好的修复，就是要几乎看不到有色差的地方。这是第一遍底漆，这遍漆干了之后需要打磨，打磨之后再上第2遍面漆。补漆效果要想跟文物一样，就要比它略微深一点，这样的话，几个月或者1年后才能达到一致。咱们修复原则里面，一个是修旧如旧，用传统工艺把这个视觉效果给做完整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最小的干预，然后有效的保护。那么就是跟这些缺失部位相连的地方，我们一定就是会特别小心，尽量的保留它原有的历史信息，就不会去做过多的这种干预，是一种尺寸那种尺度的把握。这里面实际上是还有一点矛盾的感觉。一般那个基台是比较小的，这个基台做了一个大一些的，就为了刻那些比较大的植物。陈阳要开始刻丝了，为了修复它，出门见喜春条，民间用的是春联的红纸边条，而皇家用到了刻丝工艺。刻丝在日常生活中的知名度远远低于织锦缎。在古代，使用者非富即贵，皇帝龙袍用的就是刻丝工艺。刻丝的作品完成以后，只看到纬线的图案，而看不到经线，有一种雕刻的立体感，这也是刻丝名称的由来。刻丝是一项很繁琐耗时的工艺。那个图案描的经线上，织造者把画稿衬在经线下，根据图形和色彩进行搭配。每一个过渡色都需要不停地变换小色缩，绘画中一笔可以得到的变化，在刻丝中就要分解成无数的色块，一点点织就。一个熟练工1天也只能织出几寸刻丝。我那老师他们都可以穿着鞋蹬，但是我就不行，没有脚感。苏州的年轻人现在都忍受不了这个了，刻丝了，因为太费工费力费那个时间。织造的时候特别费眼睛，有时候看着看着觉得就花了。现代人已经不会再选择这个，因为你看在这儿弄这个，他们也没说过来看，感觉是比较感兴趣的是吃。虽然年轻人不太愿意学习这样费时费功夫的技艺了，但职业的责任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陈阳去承担。来，先站好位置。来。木器组的院子总是这样生机勃勃。没狗，有狗。番人进宝图柜子要进行嵌件的粘结了。
因为这个地方它的嵌件已经缺失了，然后原来在这个嵌槽里头它有胶的残余，然后现在要先把那些残余的胶粘剂给剔除了。其实修建文物它其实蛮有意思的，可以了解它的就是古人是怎么雕刻的呀，怎么来构图的，到最后是怎么做成的，它又干嘛用了，这中间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，实际上都很有意思。其实看起来它就是一些死的东西放在那里，而你真的接触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啊，非常精彩，非常美，而且它确实是有生命的。我们现在要修复补配呀，还是会加入现在这个修复者的从手艺上呀，还有从对美的理解啊，各方面的因素进去，尽量的提高自己的这种修养吧，能把它修得更好一些。你是凑合就行了呢，还是就不能凑合，真的是认真对待它，你就觉得这些东西有一种精神的东西在里面，所以你觉得它是活的，你知道吗？看见补哪儿了吗？哎，啊，看你找能找这补的是哪儿？补啊，你们修了，已经补过的。对啊。啊，那现在我之前没看，现在看的更。你之前看还用你找？上半身。我跟你说，上半身你找。有3个地儿。我肉眼可能是看不出来，但是我要用紫光灯看一下，还是能看出来。那当然了，不是，这手指头补过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稍微能看出一点，那就是这个。佛像已经修复完好，今天他要移去另一个地方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或长或短的职业生涯，最终完成的工作任务数量也许很多，有些是能让人依依不舍的。菩萨，你们就敢这么混？拿那盖。故宫博物院90年院庆来临，各个工艺组的修复成果要与大家见面了。慢点儿。它那不是那么死的，有缝，往上拖了点啊。最近几年，故宫每年大约吸收40-50名应届毕业生，未来几年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。5年后，随着老员工慢慢退休，故宫将有1/3的员工被替换为新鲜血液，包括曲峰、林俊荣、孔彦菊、陈阳在内。这个日益壮大的年轻人队伍，将真正决定着故宫的未来。加湿器开了一上午，就是让它加大湿度。这考证应该是贴在寿安宫的，应该是。